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金哥。最近很多粉丝跟我反映啊，在电商平台以及带货平台出现了大批量的卖熟成牛排的店家。很多观众因为看了我制作那个干式熟成牛排的视频呢，对熟成牛排非常想尝试一下，但是呢又要等那么多天去制作，又比较麻烦费钱。所以呢，就想买这个现成的熟成牛排试一试，心里面又没有底，希望我能给它测评一下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就花了400块钱，准确的来说388块钱，买了一块5公分厚的熟成剔骨牛排，今天来尝试一下。这个牛排是今天早上刚刚送到的，应该还是挺新鲜的。我们现在打开来这个盖子看一下啊，温度控制还是非常好的，这个冰袋也给的蛮多的，给了4个。这一块呢，就是我买的这个剔骨牛排，看这个形状呢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是啊，真空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，这个都漏气了。没有密封紧，有一说一，虽然它是漏气了嘛，但是它这个剔骨的形状还是比较好的，左侧的菲力部位，然后右侧的就是这个西冷部位，很规整。从我目前观察这个肉的状态上面来说呢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虽然说它的包装上面漏了气，但时间并不是很久，问题应该是不大的。我其实呢会比较担心这块肉的一个保存状态。通过我的经验，熟成完的牛排呢，千万不要用冷冻的方式去保存。当你去把一块熟成完的牛排复冻之后，然后再下一次解冻再吃的时候，它熟成的风味以及它熟成的效果都会有所损失。好在呢，就是它寄过来的这份牛排呢，也并不是冷冻保存的，看样子的状态应该是冰鲜的。从这一点上面来说呢，它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的这个外包装袋拆开来看一看这块肉到底怎么样。这块5厘米厚的剔骨牛排啊，400块钱这个价格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贵。给大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肉。据卖家跟我说，这是来自澳洲的牛肉，是经过了32天的熟成。这一块肉啊，说真的，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规整的一个红屋牛排吧。剔骨里面又有菲力的部分，然后又有西冷的这一个部分。买这个熟成牛排呢，我们要看这个肉的颜色以及它这个外壳。它这个外壳啊，虽然说帮我们剔除了很多的部分，但还是呢保留了一点点的侧边，代表它是熟成过的。接着呢，我们还要再看它这个肉，虽然说啊，它的这个纹路啊，并不是特别好，等级呢不是特别的高。熟成完的肉，大家都知道，整体呈那种暗红色，很明显，可以说肉的颜色这一块呢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第2点就是要闻，闻上去就有很浓重的一股熟成完的这种臭臭的乳酪的味道。非常的明显，好吧？可以说呢，从我这个看还有这个闻呢，初步判断来说，最起码这是一块经过熟成的肉，并且呢，熟成的天数并不是特别的短，好吧？因为它这个乳酪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重。具体呢有没有32天，我觉得这个只能凭商家的良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需要给它烹饪一下，看一看它这个味道会怎么样。拿到这块牛排呢，我们还是要先简单的处理一下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肥边这一块啊太多了，所以呢还是修掉一点。那我们这块剔骨牛排呢，和别的牛排也不一样，中间这个骨头啊比较特殊，沿着骨头的肉呢很难烤熟或者煎熟，所以啊，我们先需要拿一把刀把它给割一下，然后菲力这一边也是。割完这2刀呢，其实就是在你煎制的时候，或者说烤制的时候呢，它这个热气啊可以顺着这个缝隙啊给窜上来，这样它骨头旁边的肉呢熟度会更加均匀。接下来呢，还是来个经典调味，跟往常一样，首先是盐、黑胡椒。今天呢，还是回归传统，就用炭火来制作一下这个牛排。小黑又给他登场的这个机会了啊！炭火还有牛排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还要再做最后一个步骤，再给这个牛排上面啊刷点油。涂完之后啊，不要着急去烤或者煎，让它吃会儿油。像烤这个比较大的牛排呢，我比较喜欢啊，先快烤一下，给它呢上一个焦化层，接着再用慢烤的这个形式把它烹饪到我想要那个熟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放上烤架。低温焖烤一会儿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准备啊把这个牛排做一个5分熟，等到它的内部温度啊达到55摄氏度的时候，那我们的这个慢烤过程啊也就全部结束了。估计呢要烤个10到15分钟时间。那我们耐心等待一会儿啊。One eternity later。好，这块肉呢我们已经烤好了，并且呢醒肉也醒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它切开来看一看，烤的怎么样？这一次，先切块这个菲力看看啊。熟成完的肉啊，它煎出来有一点点暗红色是很正常的，这个熟度啊这次控制的也很好。好，再切一下这块西冷看看。
OK， 这一次牛排呢，可以说烤得相当不错了，看上去就特别的诱人。我在切的时候呢，下刀的那个感觉啊，就感觉非常的顺滑，非常的柔软啊，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。但还是按照国际惯例，观众老爷们先品尝吧。接下来呢，我来品尝一下。吃牛排嘛，肯定要配上一个新火鸡。看上去是老火鸡，但它是新火鸡。这个剔骨牛排啊，刚刚也说过，分为2块肉，一块是我内侧的这个菲力，还有一块是外侧的这个西冷。我们呢，先尝一下这个菲力看看。这一次我切的都是比较大块的那种，很好吃啊。比我想象中嫩很多很多，我觉得它的品质控制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之前那个雪花纹嘛，并不是特别的密集，代表呢它的级别不是特别的高。但这块菲力啊，吃上去给我的感觉呢是那种非常柔软，毫不夸张的说啊，就是有点像那种果冻的口感了，非常非常的嫩。但是啊，它还是有缺点的，好吧？就是我觉得啊，它这个熟成的这个口味并不是特别的理想，它吃起来呢没有那种坚果或者那种乳酪的味道，牛肉的味道呢也比较寡淡，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吃上去的口感都很像熟成，但是它那个风味呢并不是特别的足，可能是这一块是菲力的原因。再尝一块这个西冷试试，西冷也很嫩很嫩，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呢会比菲力啊老一点，但还是很嫩了已经，好香啊！这块西冷带这个肥边明显就比刚刚那个菲力香太多了，我反而会更加喜欢吃这个西冷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还有一点啊，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买这个熟成牛排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商家呢他们会避重就轻，只是强调这个是干式熟成牛排，并且告诉你是多少天的。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，也一定要和他们确认好这个是什么样的牛种，是安格斯啊还是和牛，并且呢还要跟他们确定啊这个肉的原来的等级是多少，最好有那一个实拍的图给到你看，这样的话才能放心一点。因为很多的商家，我看他们发的那个买家秀啊，图片上面的雪花纹非常非常好看，但是实际上呢拿到那块牛排就非常非常的拉垮。大家买这个熟成牛排的时候一定要警惕，因为很多的商家嘛，他们会避免去跟你谈这个话题。这一次总的来说呢，这一块熟成完的剔骨牛排给我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从之前的看、闻、尝这3个步骤走下来啊，我觉得它的可靠度还是比较高的。但是啊，这次熟成的风味差了一点点，我估摸着啊，有可能它并不是真正的32天的干式熟成，有可能是20天左右的吧。但是呢，它的肉质这一块改善了不少，能够让没有接触过这个熟成牛排的人啊，去微微的感受一下这个熟成的效果。这么一块整整2斤重，然后呢买的是安格斯的牛种，花了我388块钱。我觉得这个价格呢稍微高了那么一丢丢，但是呢我心里面还是能接受。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尝尝看熟成牛排的话，你像去饭店吃的话，动辄就1000多块钱一块，太贵。买一块这样的牛排啊，我觉得分给3到5个人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今天我就吃这么多了，接下来呢，我偷偷的让我的小伙伴们也尝一尝，看看他们的评价怎么样。再来一块，确实很好吃，这一个牛排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汁水真好吃。这一块400块钱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样一说，我觉得香的一批。我烤的怎么样？可以，有那味儿了，有那味儿了。